我们都想要沟通，事实上，我们需要沟通。我们想要表达自己，我们想要被人认识。但是真正沟通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。在这一集影片，我们要来向你报告开启沟通之门，找到共通观点的三部曲。宜家快报，快乐地向你报告。你好，我是明珠。宜家快报，我们用宜家的角度来报道不同的主题。真正沟通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，并能够倾听和表达。在聊天、传简讯或 Twitter 的世界里，我们已经失去了聆听的艺术。它是单方面的，只是带着相互交流、相互沟通的错觉。信息并不是沟通。作为一种集体文化，我们并没有聆听，所以就不会有对话，只是滔滔不绝的讲话。我们为了很多理由而沟通，我们想要说服别人，讲述我们单方面的故事，传递我们认为重要的信息。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要说什么。有多少次我们发现自己只是在计划接下来要说什么？另一方面，我们有多少次在沟通时是想听听对方所说的话呢？我们有多少次放松下来，敞开心扉，对对方感到好奇呢？我们的文化已经变得如此的自恋，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开诚布公的聆听他人意见的能力。生命的目的就是将我们的意识转化为另一个人的意识，并在相互的基础上理解，这样才能有和平。沟通是具有共同目标的双方之间的一个接力，关键字是共通、共同参与，或者是所谓的一个共通的观点。沟通隐含着寻求共同基础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友谊。我们经常目睹一种完全不同的沟通方式，这种沟通与寻求交流无关，相反的，它是侵略性的、有说服力的、操纵性的，或是居高临下的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权力等级制度，而不是产生互利的结果。现在让我们来探讨如何找到共通观点的三部曲。第一步，寻求和找到理解，相互理解，这需要聆听的技术。学习用这种方式聆听，聆听声音背后的节奏、模式和意图。以这种方式聆听需要敏锐和耐心。它要求我们聆听声音中的声音，真正的听到这个人的意识，而不仅仅是他们所说的话。第二步是增强我们自己的说话技巧，体验舌头和肚脐之间的连结，对于发展这种所需的技能至关重要。舌尖和肚脐的运动之间必须有绝对而精确的关系。掌握这一技巧将为我们提供话语的力量，并将有助于平衡第三和第五个脉轮，使我们的沟通有影响力。在宜家 DIY 的单元，我们会有一个冥想的练习，就是话语的力量。第三步是学会正面的沟通。作为实践者，我们想要提升我们自己和他人，有什么比用正面性来沟通更好的方法呢？这并不意味着空洞的肯定句或陈旧的格言，而是一种居住在无限的丰盛和流动中的整合意识。当我们信任无限，并且从一开始就知道一切都是真实的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放松，变得正面。而我们的正面性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正面的流动进入我们的生活。以这样的方式沟通，就成了通往和平和丰盛的途径。感谢你的收看。
也感谢你的订阅和留言和分享。我们下一个影带见。